一年消费16万吨，超市里70-80一斤的三文鱼真的不腥吗？更奇怪的是，几年前还贵得要死的它，怎么现在便宜了呢？中国人一年要吃掉全球将近1/3的养殖三文鱼，不仅是日料店的刺身招牌，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也混了个脸熟。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，大家一边感叹三文鱼肥美顺滑，入口毫无鱼腥味，一边却很少追问这种鱼身上为什么能保持得如此干净呢？时间倒回到冰河时期结束后的北大西洋北部海域，那时候啊，咱们现在吃的三文鱼就慢慢演出来了。它们有个特别作的习性，洄游。小鱼在淡水河里出生，靠吃小虫子和微生物长大，等身子骨硬了，它们就一头扎进大海，在高盐的冷水里猛吃猛长。过了几年，它们居然还能奇迹般的找到自己出生那条小河，游回去产卵。很多人觉得三文鱼是深海鱼，其实它们大部分时间就待在水面下10到23米的地方，偶尔才潜到几百米深。但它们体内有一项对抗高盐环境的本事，氧化三甲胺。海水盐分高，老想从鱼细胞里抽水，鱼为了活命，就在身体里攒一堆 TMAO 来平衡渗透压。这东西本身没味道，可是鱼一旦死了，体内的微生物和酶就会把它分解成三甲胺，那才是你闻到腥臭味的罪魁祸首。三文鱼攒足了 TMAO， 活着的时候等于给自己裹了层无味保鲜膜，只要捕捞、运输、冷藏，一路控好温度， TMAO 就不那么容易变味，肉自然就干净。2025年有一篇研究也说了，深海鱼普遍靠高浓度的 TMAO 来稳住体内的蛋白质结构，三文鱼正好踩在这条起跑线上，天生就有优势。那为啥河鱼总有股甩不掉的土腥味，三文鱼就没有呢？腥味的来源不止 TMAO 降解，淡水鱼活的那些地方，水里的藻类和放线菌会分泌出土臭素这类东西，鱼用鳃和皮肤一吸，就沉积在脂肪里了。三文鱼小时候虽然也在淡水里待过，但时间很短，成年后长期泡在冷咸的海水里，水里那种异味物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而且在降海过程中，身体组织更新换代，又把残留清了个七七八八。再说，三文鱼是 Omega-3 脂肪酸的大户，肌肉里的油能占到13%左右。高不饱和脂肪酸按理说容易氧化变腥，但它自带一种强抗氧化剂虾青素，这东西不光压入了脂肪氧化，还给三文鱼肉染上了一层漂亮的橘红色，一套下来腥味想冒头都难。而且三文鱼不光没腥味，这些年它身上还发生了一件更让消费者高兴的事，价格越来越亲民了。说实话，几年前在日料店点一盘三文鱼刺身，那绝对是中产待遇，4-5片肉，垫点冰，配点芥末酱油，随随便便收你几百块。谁家冰箱里要是有盒三文鱼，那都不叫买菜，那叫展示生活品味。可如今呢，超市的冰鲜柜里三文鱼切片摆得整整齐齐，标价几十、100来克，你甚至能在一些超市折扣区看到13块100克的价钱，家庭消费占比已经飙到了60%。可这条自带高端光环的鱼到底是怎么贵不动的呢？这第一把刀啊，就是挪威人自己砍下来的。挪威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国，产量占全球1半以上。这些年中国市场越做越大，挪威自然盯得紧。2025年挪威对华出口量直接翻倍，中国市场占比狂飙到62%，海量货源同时涌进来，价格自然就被拉下来了。进口商为了清库存，甚至赔本甩货。有经销商说卖1公斤亏15块钱，但还是得卖。2025年中国冰鲜三文鱼进口均价跌破10美元每公斤，跟2022年超过15美元的历史高点比，跌掉了将近1/3。第二把刀就是物流跑出来的加速度。以前三文鱼从挪威运过来，冷链长，成本高，损耗大，这些钱最后都得让消费者买单。但现在通关提速，航空运力升级，从捕捞到成都的餐桌上最快48小时就能搞定，物流快了，损耗少了，仓储保鲜的成本也降了，价格自然有空间往下走。第三把刀说来有点出人意料，是咱们自己造的。新疆天山脚下常年冰川融水，养出了一种淡水三文鱼。2025年仅新疆一个主产线产量就直奔9000吨，全疆逼近10000吨规模，国产替代的苗头一起来，进口的价格就更绷不住了。但三文鱼走到这一步，已经不是单纯的降价了，而是整个市场在洗牌，进口依赖度还在，但国产的力量正慢慢涨起来，消费者也变了。从前被仪式感驱动的购买逻辑，正逐渐被好吃不贵的务实需求取代，一个更拥挤、更接地气，也更考功夫的三文鱼市场才刚刚拉开。回头一琢磨，三文鱼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，它没腥味，本事挺大，是大自然一手设计的生存秘籍，而它贵不动，是市场一手推动的结果。鱼的基因没变，但鱼的身价确实在变。对于爱吃的人来说，这大概是最实在的好消息了。